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周末漫谈。那么，在进入我们正式的周末漫谈之前，我先重复一下在周五直播的时候说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下周要进入圣诞节假期了，也就是21号开始22号开始，因为这个是21号是周日。那么在22号开始的这个直播，我会一直停到这个一月五号，从一月五号开始。所以说这两周，从22号到1月2号，这两周的话是没有直播，但是在每个周日，就是在每个周日的周末复盘，我会继续，所以说会停2周直播。如果说你周五没看直播的话，可能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我在这里重复一下。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周，因为是圣诞节假期，在这个周三还有周四。那么周四是那个不开市的，周三的话是提前收市，是下午1点就结束了。所以说下周时间比较短。那么下周有哪些经济数据要出来呢？周一有这个 PCE 数据，周二 GDP，还有一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然后周三也是跟原油相关的，还有一个初始就业金，申请这个就业金的。所以说下周，还有一些这个经济数据相对来说也比较重要，对吧？尤其这个 PCE 数据了、GDP 数据都是比较重要的，还有这个就业数据。那么现在的行情，因为这周出的这个 CPI 数据大幅的低于预期，到2点几了，可能到2.6、2.7或者2.8，这个大幅比预期要低很多。现在市场预期明年可能降3次息，原来是预期只降1次，但是现在的数据是支持这个的。那么我们就看，后期的这些数据是否也能够往同一个方向来，同一个趋势来。所以说这个数据驱动行情现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每一个时间点我们都需要关注一下。如果说你是做盘前交易的话，那可能更需要关注盘前出的这些数据了。好的，这是这个经济数据。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这个品种。先分析一下大盘标普，然后，还有这个几个会员朋友们在这个频道下面留言要分析的，还有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有一个，也是应该是会员朋友提问，但是时间不够，没有分析到这个谷歌，我们今天也要分析一下。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继续留言，你想分析的个股，如果说平时你没有办法参加直播的话，对吧？因为我们周末时间多一点嘛。或者说其他跟缠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提问，这样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交流。我们来看一下标普，首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月线大周期。那么月线上的话，之前是出现过这个月的顶分型，看一下裸 K，月线出了顶分型，我把这个均线弄出来。出了顶分型以后但是出现顶分型并不代表就一定要回落一笔，它这个顶分型也可以是中继的。目前看中继的可能性比较大。等一下我们在小周期看一下为什么说中继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说需要往下走的话，就需要跌破这个6521，这样的话才可能出现延续，对吧？如果说连6521都不能跌破的话，那就是包含，就在这里包含也可以，一直横着也可以包含。所以说现在在大周期上它没有方向，要么是往上走突破最高点6920，要么往下走跌破最低点，跌破这个低点6521。所以说在月线上它没方向。那我们继续降低周期看一下3491这个内部结构。3491，这是它的起涨点。那么起涨点之后进入段做了一个中枢大 A，然后开始离开，然后又开始做第2个中枢大 B。这个大 B 中枢之所以当时造成那么大的恐慌，就是它这个下跌的非常深，回调了20%，这个回调了20%。在这个西方的技术理论里面，它回调20%就技术上就进入熊市了，对吧？这是在传统理论他们都这个西方的这个技术分析里面都这么分析的，对，进入熊市了，对吧？这就是他们说的。但是在缠论里面，你虽然跌的很深，但是你这个低点4835
没有碰到前面的这个高点，小高点4607，所以这两个中枢没有接触，高低点没有接触，还是一个趋势上，对吧？这还是一个趋势上。那么若出现接触的话，那就是一个这个扩张了，就是说明这两个大中枢出现升级扩张了，但是并没有碰到。那么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第二个中枢什么时候结束，对吧？想要结束一个中枢震荡，你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出现三买或者三卖，只有这种情况才可能结束中枢震荡，或者说它继续向上延伸。就这段延伸，你还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呢。如果说它结束了，才有可能出现回落，要么出现三买，要么出现三卖，再或者就是拉回来，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继续震，对吧？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最后这一笔结没结束。那么在周线上，跟这个月线上有点类似，它不够一笔，现在这里只有4根 K 线，因为想要回跌成一笔的话，需要最少5根，经过包含处理的话，最少要经过这个有5根 K 线，所以我们简单数的时候，就是你一看从这个最高点到最低点，先不说它包含没包含的话，也最少要5根，对吧？有包含的话，那可能需要的 K 线克数这个根数就更多了。比如说这里有包含，或这里有包含，那可能就多于5根。那最少的话要有5根，即使说，最模糊的分析的话，都需要5根 K 线，现在只有4根。那么不够一笔的情况下，它现在这里就可以是一个中继的周线的顶纹型，可以再次往上走。所以说在周线上也没有方向，需要再次突破或者跌破这两个位置，跟在月线上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关注重点就是4835以来的这一笔的内部，对吧？周线上既然没有方向，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是能往上走的可能性大，还是往下走的可能性大？这就是我们平时做直播的时候分析的这个跟踪的这个4835这段。4835是起涨点，然后一个中枢 A 中枢出来了，然后继续往上走，离开段走得非常长非常远，然后中间有回落，但是都不构成有效的回落。所谓有效的回落，就是不构成一笔，在我们缠论里面。然后到了6920之后，有一次大的回落，这个回落的非常技术。怎么说它非常技术呢？我们看它的黄金分割，看0.3826547，最低点6521，基本上就是挂在这个位置上，对吧？你用黄金分割的话，我说过，就是说这个黄金分割也不是什么魔法工具，也不是什么魔法数字，也不是什么能够有预知功能，没有的。只不过就是说，到了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它更容易出现支撑，就是跌30%，跌50%，跌60%，就是这么个数字，1/3、1/5，3/3，我这个1/2，然后2/3，这么一个空间的时候，就跌的比较多了，可能有人开始去进场买了，就更容易出现支撑。就类似我说过多次的一个比喻，就是类似红绿灯，到了红绿灯你要看，不是说这个我现在这个位置是绿灯，你就一脚油门就往前干。如果说绿灯这里面前面出现了有什么事儿，对吧？它交通堵塞，你也只能慢慢的跟，或者说甚至是有警察在那里，给你一举手让你先不要动，那你也要等着。虽然说红绿灯你也得等，对吧？所以说如果说有其他的因素在这里，它的权限更高的话，那你可能要看其他权限更高的。所以这个红绿灯只是一个因素，只是一个因素。在没有其他因素的时候，可能红绿灯的因素这个决定性更强，但是在缠论里面或在这个市场里面，除了有红绿灯以外，还有它的内部结构，你要关注它的内部结构，它的饱满度。所谓饱满度，就是它跟模型比较，你一定要记住模型是什么样子。比如说这段下跌，它的内部是一个中枢的下来，还是2个中枢的下来，对吧？它是有区别的，它的力度是不一样的，饱满度也不一样。如果说一个中枢能不能够结束，就带一个中枢能不能够结束这个下跌呢？可以的。带2个中枢，它的饱满度就更多了，更强了，就是趋势性更强。2个中枢，所以说你一定知道，或者牢记这个模型是什么样，然后才能去比较。所谓饱满与否，就是它的零件就构成这个结构的零件是不是都存在？是不是有这个进入段啊？是不是有构成中枢的这个每一小段？是不是有离开段？是不是有第2个中枢？是不是有第2个中枢的离开段 C 段，对吧？就每一个都有的话，那就说明它饱满，跟这个实际走势来比较。那么这一段它
回调的非常技术，回调到了0.382，然后又出现了一波上涨，然后这个上涨当时我们在这里一直提醒，就不要去追的，首先，或者说你的仓位要稍微控制一下，因为它再次突破6920就会面临着这个盘整背驰，或者说不突破6920，在这里做中枢的话，它也是要回调一笔，因为它当时走的时候，它的内部结构、它的进入段太强了，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小中枢，那么离开段如果说没有同样强的力度的话，就很容易背驰。我们在这里一直是提醒这个注意这个回调的这一段。那么市场现在走出来什么情况呢？就是现在这里又做了一个中枢，虽然说这个第三笔呀、不能说它完全100%结束，因为它新的一笔还没有生成，你就不能说前面这笔结束，但是大概率有可能要这个结束了。那么前面这里做了一个 A 中枢，这里做了一个 B 中枢，那么这里如果说这个 MACD 能跟上来的话，因为现在还在0轴以上，对吧？快慢线还在0轴以上，如果说这里能够交叉拐头向上的话，那再次突破6920可能就是大概率的事。那么突破之后，你就要去比较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它又很容易背驰，因为它这段就这个小 B 段走的太强了，或者说它走的空间太大。那你后面的空间如果说没有前面这个大的话，这就很容易背驰，很容易背驰之后就可能看它针对这个日线中枢的大 B 中枢的是否出现三买，或者说出现三卖，再或者就拉回来，对吧？就延续了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个周线的这个结构了。你发现没有？周线上跟日线上同构了，这结构同构，这就是缠论厉害的地方。你学会了一套理论，任何周期都可以用，它就会出现这种结构的同构性。那么我们就关注它这里突破之后，所以说你这个现在的价格，周五收盘价到这个上沿只有不到1%的空间，这个空间相对还是很小的，就是还是要注意这个仓位。你的仓位一定不要去，首先你不要追它，你要有的话，当然可以继续拿，看它突破之后的再看它的延续性。如果说延续性比较差的话，你就减一减，甚至是去做空它，甚至去对冲都可以，因为它已经是日线2个中枢之后的一个状态了，不是说日线2中枢以后就说是一个暴跌，只不过就是说它上涨的动能可能没有前面的动能那么强了。所以你这时候仓位相对的不要太重，或者说你已经获利很丰厚了，拿出来一些，然后落袋为安，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对吧？再加上马上要年末了，圣诞节了，又是到新的一年了，所以说这个位置你仓位，如果说你的成本比较低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对吧？成本够低，你在这个位置不动也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的成本够低，你就能够承受它的一些比较大的这个震荡。这就是我们一直讲，我们目的其实还是为了长期持有，但是呢，如果说成本不够低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这个被每天的这个几个235的这个23%或者35%的这个震荡影响，对吧？你只有成本够低，你才能够不受这个影响。那么现在就看它之后的一个演变就好了，这就是这个现在指数的一个情况，我们简单说一下。然后我们来快速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会员朋友们的提问，先看一下这个 Netflix 这位朋友问，就是说他说，日线上有2中枢了，他是想那个找那个80到90这个区间想进场做多，但是我又看了一下这个 Netflix 奈飞的图形，他说日线上有2中枢，我看了一下这个好像不太对，日线上只有1个中枢，在我这个画图里面，他如果说按2中枢画的话，应该是这一笔可能画到这里了，就是这样画的。然后这个中枢的下沿在这里，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画一下他画的那种情况，他没有说出来具体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是这种粗线的话，这个下沿是在这儿，然后这个反弹的话没有碰到这个下沿，那么这样的话是第一个中枢，然后第二个中枢可能是这样他画的，就第二个中枢在这里，这是第二个中枢。所以说，这样在日线上看的话，它是有2中枢，但是呢，在我这个画法里面，我们看一下，我这个画的那个1、2、3，第3笔在这里呢，因为它这个反弹是不够的，这个反弹是不够一笔，然后这个延伸到这里，所以中枢的下沿在这里，然后这个反弹是回到中枢里面来了，然后这是开始它的离开，这个是三脉。所以说现在在日线上是没有2中枢，只有1个中枢，这是在日线上
按照这个一个中枢，或者说按照同级别分解来分解。还有一种分析方法就是非同级别分解，就是利用大周期。大周期在周线上的话，它其实是三段，从134下来的话是三段。在这个日线在周线上，为什么我这里要画成一笔反弹呢？因为它这个反弹呢，你用这个包含处理的话，其实是不够5根的。包含处理之后，但是它又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周线的反弹确认。针对前面的一脉的话，它是一个明显反弹确认的一个二脉。然后它又那个K 线的个数是多于5根的，但是包含处理的话，它是这个稍微那个不够我们的标准。但是在我这里是画成一个二脉，那么它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三段。那么第三段还不背驰，已经到了1.618了，这是第三段，这是前面的第一段，它不背驰的，对吧？然后你看它这个 MACD 下沉的非常深，已经到这个在周线上 MACD 全到零轴，快到快慢线快全都到零轴以下了，这是相对偏空的一种状态，就大周期上偏空。那么在我考察的时候，其实我主要考察是第三段它的内部。然后我们回到日线上，如果说你按照同级别分解的话，就是按照中枢来分析的话，那现在就是一个1、2、3、4，就是日线上针对这个大 A 中枢的离开段，这是一个1、2、3、4第4笔的反弹。然后呢，现在有可能要出现第5笔了。这个第5笔或者说是4没结束也可以往上再走一走，甚至是碰到这个103，然后在这里做这个 B 中枢。这是 A 中枢，在这里做 B 中枢，然后看它是不是再打一个离开，还是说给一个二买走反向，这样的话就可以从这里断开。大周期上是可以这样分析的，134到这个最低点是大周期周线上或者月线上的一笔，然后这里是月线的一笔反弹也可以，因为在月线上它是反弹够一笔了。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月线，看这个水印儿，现在看到月线上这里已经回抽够一笔了，所以说在日线上的话，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从这里92.35断开的话，这里是月线上的一笔下跌，这里如果说生长出来月线上的一笔上涨是可以的，可以这么走的，但是那都是后期的，对吧？什么时候能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这里要做一个中枢，然后这个往上走，慢慢往上生长，可以生长出来一个月线的一笔，或者说是这个上涨那个第三段力度很强，然后明显的比前面第一笔的力度强，它也可以这么生长出来。那倒是后话。那么在现在目前的状态，你可不可以这个进一点仓位？我觉得进一点仓位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1、2、3、4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好一点的话，4是没结束，可以再往上走一走。如果说碰不到103那个位置的话，就是4就结束了，可以等5。所以说这段如果说你有能力做一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现在就是因为这个 Netflix 最近为什么一直往下走的原因，就是它现在要收购这个华纳兄弟嘛，对吧？然后但是因为华纳兄弟里面它的一个子公司就是 CNN，那么掺杂在里面。但是呢，CNN 跟这个川普的这个过节，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然后现在这个派拉蒙就是这个甲骨文他们家族的控股的一个公司，要这个出来要收购这个，也要掺和到里面来收购这个CNN 这个子公司，对吧？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时代华纳已经跟这个 Netflix 已经跟股东说，我们不接受这个派拉蒙的这个收购，我们只接受这个 Netflix。但是 Netflix 的收购啊，它是分块收购的，它并没有收购这个 CNN 那一块，那一块要打包出来，然后再单独要其他人来收购。这就比较麻烦一点，而且它还有一个监管的一个问题，对吧？因为毕竟那个 Netflix 如果说收购了华纳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垄断，所以说在这个监管那边可能也会有一些阻挠。但是呢，我们现在不知道，现在还没有这个，首先股东可能还没有这个批准，是不是要最终接受 Netflix 的一个收购，还是说中间会有什么曲折？但整体来讲，现在还不够明朗。那么如果说你看好这个 Netflix 的长期的话，再加上它现在其实价格已经相对偏低了，照比这个从134下来的话，下来已经快30%了，对吧？然后0.32在这个89.1附近，也就90附近吧，确实是90附近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长期看好它的话，它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开始进场建仓位置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这么说，再加上基本面，对吧？流媒体现在都是流媒体时代，那么，谁的体量越大，可能它的垄断性越高一些。再加上时代华纳又有那么多的好的这个片子，这个的版权，哇塞，那就是长期吃，或者说你如果说收购不了的话，你可能要付大量的版权来播放时代华纳那些片子，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一次收购。但是图形上确实这里可以进场做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就买一点，但是仓位也不要太重，防止它出现什么情况，就防止它出现这里那个周线上给你弹了一下，然后再继续来一个五段，就是周线上给你来个1、2、3、4、5，防止这个。所以这个周线上的这个第4浪的反弹，你做一下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强的话，可能就直接往上走也可以。所以没有人知道，说这个位置你要想见一点是这个可以的。整体来讲，图形上就是这样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位朋友在周5直播的时候问的这个谷歌，那么我们当时时间不够，所以说没有分析到，我们放到今天来讲一下。那么谷歌也是看一下大周期，看一下这个这是月线上，月线上也是走的非常强啊，季度走的更强。看这个裸 K， 季度上是一个1、2、3段，月线也是。那么现在主要跟分析重点就是83.45的这个右侧这段，然后周线上把这个其中一个去掉，83.45起涨点，然后它走了一个1、2、3、4、5作为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里做中枢，对吧？它从这个位置回来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个OpenAI 出来了，大家就觉得好像这个对这个谷歌的搜索冲击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出现了一些怀疑的声音吧，然后出现了一个大幅回杀。那回杀踩的非常技术，踩到了120周上，踩到120周，然后还有这个中枢在这里，对吧？就是又回到中枢里面来了。那么现在就是什么结构？就是一个中枢开始走离开。那么针对这个离开，我们把这个也去掉，还是一笔，在周线上的话还是一笔，这里是有过下跌，但是都不够。现在是回落的是4周，但是也是不够，对吧？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关注它的内部，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日线上。日线上这是起涨点142.66，这里做了2个中枢，2个小中枢，是出现了一个扩张升级的一个中枢，然后开始走离开，1、2、3、4、5、6、7，走了一个7浪，然后现在这个第8浪或第8笔的回调的话，最低点297.49，还没碰到前面的高点291.72。那么现在还是第8笔的回撤，然后在周5的话也出现了底分型了，对吧？先是一个包含关系，然后周5一个底分型出现。那么这里如果说回撤能成一笔的话，就是出现第9笔的上涨。第9笔一样可以去再次突破328，也可以不突破，就在这里反弹一笔，然后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对吧？所以现在就是看一下这个内部结构，328回落的这一段的内部结构有没有饱满不饱满呢？是不是可以这个往上走了呀？这就是它的小周期1小时。那么小周期上，这是进入段，然后开始这里震，做出了一个中枢来，然后开始尝试离开，还做了一个3脉。我们当时应该是在周1直播的时候吧，有朋友在问，在这个位置，我们当时就说这里要出现盘整背驰的时候，你就可以进了，对吧？那么它最终，你先不说它是在哪个位置出现了盘整背驰点，因为没有办法测到，你没有办法预测到，所以说你只能去跟踪它。那么它最终选择是接近等比例的位置，然后在这个内部饱满之后，或者内部出现背驰的时候，它选择了这么一个位置。那么至于你说你是买在了这个位置，还是买在了这个位置，差别并不大。我们看一下空间，你买在了这个303附近，还是买在了297附近，只差2%，对吧？我想说的就是说，
精度可以慢慢提高。你是买在了最终的拐点附近呢，还是买在了半山腰？其实这都没太大所谓，只要你是一个长期持有的一个状态，你并不是纯粹做短线的话，那这个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的。节奏才是最关键的，你不能说，我这个卖在这里，就是割那个叫什么，追在这里，然后割肉割在这里，那你整个节奏是错乱的，对吧？首先精度要对，该卖的地方去卖，该买的地方去买，而不是说相反的。至于你说买的这个离精度离这个拐点稍微远一点，但是你节奏并不错呀，你也不会去追涨杀跌，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它现在就是这里又开始出现一个小三段的一个上涨了。那么在这个1小时上，那么有希望，因为这个日线上现在是有出现底分型了，对吧？那么有希望它1小时上看一下下周它这个也快到零轴这里了，能不能够下周往上快冲一冲？首先拉到这个120小时均线，对吧？到这里，如果说不背驰的话，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三段突破310的话，就是不背驰了。所以说，如果说能够到120均的话，然后再给一次回落，做个这个5段，然后5段之后回来做中枢，然后看它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上生长。以这种方式就可以突破最高点328，对吧？如果说它这个力度稍微差一点的话，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然后就结束了，也可以。那就相当于大周期上是一笔下一笔上，然后在这里做大周期的一个中枢震荡也可以的，对吧？所以说你在这个周五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进，但是它这个回落还是比较有意思。这个回落在这个如果说你单纯的用我们缠论的这个严格定义的话，它是不够一笔回落的。但是呢，它又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然后做了一个破底翻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可以再精细的看一下这段的一个小周期上，就是把这个给它清掉，把这个我要看的是这段，这4、5根 K 线的一个内部，就是为什么在那个位置是应该去进场，就是如果说你在周五盯盘的话，这个位置为什么应该进？因为它在小周期上5分钟上看一下，这是这个5分钟的这个高点，我把这个高点标到这里来，这个价格也给它大概标一下，305，然后这个低点302，对，这个位置如果说你不进的话，或者说你为什么要进的原因，就是它这里是一个呃5分钟上的话也是稍微，因为它这里没有上升的这段，我们再看一下1分钟上，1分钟上就稍微清晰一点了，就这段305到302这段，1分钟上是一个进入段，然后做了一个中枢，发现没有？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带进入段、带中枢、带离开的一个状态，然后一个破底翻，就这里是一个破底翻，这个位置是一个破底，破的底是什么底呢？是前面这个中枢的底，对吧？在1分钟上是非常清晰的，有进入段，有中枢构成，然后有破底，然后又快速回拉，这个结构就是饱满。这一段的结构就是饱满的，然后做了一个空头陷阱往回拉。所以如果说你在盯盘的话，虽然说这个结构这个级别比较小，但是也表达了我要说的那个说的那种情况。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能发现它的话，可能是它刚开始往上回拉的时候，你可能不敢进，但这个的回撤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踩啊。这个回踩是一个明显的买2+3的一个这个回撤。这个位置是应该进的。如果说你在盯盘的话，先不说进多少，对吧？这个仓位当然是跟每个人的那个成本，或者跟每个人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经济实力有关系。你仓位这个你的资金量大的话，你可以多进一点；资金量小的话，你可以少进一点。但是进不进就是一回事了，对吧？就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说这个位置是应该进一点仓位的，因为它是明显的一个背驰，而且又是一个破底翻，又是一个前面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回撤。再回到大周期上，又是前面这个上涨明显的一个回撤，所以这个买是应该进的，因为它的1分钟上是出现了一个饱满度。
那么如果说你进的话，那么是不是收盘之前从302附近涨到了308？这个短差是好，这是能做出来的。至于这个精细度，你是需要慢慢去磨练，去在实战中体会出来的，而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讲大家都会了，对吧？我们在做复盘的时候当然更容易了。我现在复盘，我当然知道我在302应该买，在30几应该卖，这是简单的。但是在当下操作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达到这种游刃这个非常自如的去分析，非常自如的去操作，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呢，其实也就这些买错了或者买多了买少了都无所谓。为什么说无所谓呢？就是你只要你的选股没有问题，还落回就是说了半天又落到这个选股上了。你只要选的股票基本面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又是现在所处的这个主流行业里面，那么它最终还是要往上走的，对吧？好的，这是针对这个谷歌。好的，我们继续看一下其他的。那么比特币，我们在这个周五直播的时候已经分析过了，就是在日线上，它这里是有希望出现一个日线的二买的，看它这里能不能够反弹出来一笔。但是你看它这个前面有一个趋势线啊，几个高点连线，有这么一个趋势线。这个趋势线现在明显压制着这段的这个反弹，它每次反弹到了这个趋势线附近就被压制住了，尤其是这段是比较明显的，这几天是比较明显的，对吧？所以说就看下周或者说在周末能不能够出现突破趋势线，然后往上走，就看它能不能到这个94604这里。到了94604，如果说没有力度的话，那就是在这里做了一个反向中枢，还可以再打一个低点。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B 中枢、A 中枢，再打一个低点的话，就可能结束这个整个的下跌了，对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再次跌破这个8万附近这个价格，再次跌破它，就是 A 中枢的离开没结束，这个是出现了一个3段的一个背驰。那么这个如果说这3段的背驰，这个进入背驰段的话，那也可以再次出现反弹。然后在这里做 B 中枢，做完 B 中枢之后，也可以再打一个低点，以这种方式来结束它，对吧？无论怎么样的话，现在我们可以测一下现在的价格到最低点，大概10%左右的一个空间吧，就是再跌个10%或者左右的一个空间，基本上这个整个这个大的调整有可能要结束了，可能要出来现一个周线的一笔反弹，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就看它怎么选，这个我们怎么选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首先你要做空它的话，空间这个并不大，但是你要去说啊，我这里这个重仓位去赌它的大反弹的话，也不现实，因为它这里完全是在做一个中枢，也可以继续下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这段看它能够到前面这个高点的话，7.85%，7.58%。所以说，其实它这个盈亏比并不太划算，因为往下的空间有9%、10%，往上只有7.8%，对吧？所以说它是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现在这个价格，你进场去做多和做空都比较尴尬，它这个空间都没有太多。如果说是按照反弹到这个位置的话，当然如果说出现非常强的力度的时候，所谓强的力度就是你不能单看这一个周期，一定是配合小周期的。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sorry 是日线。那么在4小时上，如果说能够出现一个单浪形的快速往上升的时候，那就有希望出现一个快速往上突破，然后出现一个不背驰。我们现在也可以测一下它这个3段，对吧？等比例在98516，也就是说到了98516才跟前面这段的空间是一致。这样的话也是做 B 中枢，只有说突破98516不背驰的时候，才可能出现逆转，就这里出现逆转，出现一个123突破98516，然后出现一个5，出现5浪之后，看它回来是不是要做中枢，然后再往上走，然后甚至要做2个中枢也可以，对吧？所以一定要出现不背驰段才可以。那么只要不能够出现那种情况，那只是在这里做第2个中枢，这是第一个，还可以再打一个低点，就是整个说这个 B 中枢不完整不饱满，这个 B 中枢现在它不能说它结束。那么以太币的话差不多，但是以太币的话，日线上这个出现底分型了。那么比特币的话，这个底分型现在还没有出现，现在是在包含关系里面，以太币是出现了底分型了。那么以太币的结构就相对的清晰一点，这是 A 中枢，
然后这是下跌，然后在这里做 B 中枢已经出来了，那现在这里也是一个二买，对吧？可以是继续往上走，再回到这个中枢里来，回到这个中枢继续做震荡也可以。如果说震荡中9段的话，那就坏了，那就变成了进入段，然后可以继续往下走离开。如果说只是在这里震荡出来一个，然后可以走反向，那就强一些，对吧？它现在就是说，那如果说再次把它跌破呢？再次把它跌破，它的结构就饱满了。这是 A 中枢，这是 B 中枢，然后再打一个离开，就走离开段了。为什么说这个下面的空间那个相对来说你去做空不划算呢？因为它现在离这个零轴比较近，MACD 离零轴比较近，就很容易往上走。你往下走的话，你必须要它这个张口张的比较大，然后往下冲。但是即使是说张口往下走的话，想要跌破前面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跌破它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价格跌破了这个2620，但是 MACD 想要跌破前面这个低点的话是比较难的，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背驰。所以说为什么说两中枢之后，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是可以进场做多的，因为它出现了背驰状态了。好的，这是这个以太币。那我们再这个看一下其他现在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先看一下英伟达。那么英伟达的话，这个结构日线上它现在变得慢慢的这个复杂起来了。从86.62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里做中枢，然后从212.19跌到这个低点169.55，在周线上是够一笔的，但是呢，最近的这个第二次的回落170.31并没有跌破这个169.55。如果说它跌破了169.55，其实就是周线上它这个回落的变成了3段，对吧？就是日线上是3笔，那么周线上是1笔，也就是说让它这个结构更饱满一些。如果说它不出现这个再次跌破169.55的话，那就是这个1、2、3、4、5、6、7、8、9、10，已经第11笔了。它还可以继续升级之后，就是这个级别升级了，前面都变成进入段，然后它可以继续往上生长，往上生长，它可以这里再生长出来一个大的中枢来，然后再结束整个的这个级别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说就是，在日线上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 MACD 现在也是这个没有力度了，你发现这个面积，我们看一下这段 MACD 的这个面积明显开始缩短，没有前面这个面积这么夸张。虽然说还没出现新低，出现新低的话，我们可以利用 MACD 来比较背驰，但是简单看一下的话，这里就是这个面积柱子的面积开始缩小。MACD 的话，没有明显的这个，就是说现在，应该是比前面的这个低一点。我们看一下价格，这是在负的2点几，前面这里是负的1点几，对吧？所以说这个位置是低的，比前面这个低，所以说这个柱子的面积是有背驰，比前面的短，但这个快慢线的位置是比前面的更低的。所以说现在只是一个背驰情况并不明显，因为它没有出新低呀。如果说出新低的话，也就是说跌破169.55的话，那就更明显一点。但是它并没有选择，所以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回落这一笔也够了，然后现在又出现底分型了，那就看它是不是往上走，走离开。想脱离日线这个中枢的话，必须要有力度，有力度的话才能跑得出去，对吧？这就是这个英伟达。但不管怎么样，简单操作的话，就是针对日线这个中枢做中枢震荡。中枢震荡就是在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减仓；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加一加，对吧？就是一个加减仓。怎么能够精确判断衰竭呢？你就要结合小周期了。就是日线你要结合1小时的内部有中枢是不是饱满度，对吧？说来说去就是这么一套方法。看一下 Palantir， 那 Palantir 的话也是从这个起涨点66.12是一个1、2、3段，然后开始做中枢，到了最高点207，然后开始出现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下跌。这个下跌就是这个大空头这个 Michael Berry 开始说他做空了，或者说他们的13F 文件里面显示他在做空这个 Palantir 和这个英伟达，对吧？然后呢，他的做空的价格在这个位置，他是用期权做空的，但是价格大半就是在这个位置。但是我们从这个图形上，我们现在能够看出来，不论你是大空头还是什么头，你都没有办法，你在市场里面都是微小的。你都只不过就是市场的一个合力，
一个分力啊，我们最终看的是合力，对吧？尤其是比较这个盘子比较大的这些股票，那个就不说英伟达了，就单单 Palantir 这种票的盘子都已经很大了。你一个 Microburry 在里面，你那点仓位根本不够玩的，说句不好听的，对吧？就是它不能够左右这个图形怎么走的。短期有可能是，比如说这个位置出现它，去做空那个 Palantir 不看好它，可能是短期出现了一波恐慌。这不现在又回来了吗？甚至又打了这个高点。你要如果在这里做空的话，你如果一直拿着的话，你现在是亏损的，对吧？所以说不要被这些每天的这么多的噪音、这么多的新闻来左右你，你们就一段一段做。我最终的目的还是成本，我的持仓成本一定要够低，然后持仓的量也不能太小。你这样的话，我管你谁做空它呢，对吧？我只要这个公司那个大的基本面，尤其是中长期基本面没有变化的话，都无所谓的。小的震荡反而是给了我们打短差做差价的一个好机会。那么现在在日线上，就是这里是做出来一个中枢了。我们看一下有多少段一二三四五六七，第7段，现在开始有可能要走第8段了。那么现在这个迹象非常好，就是图形上表达都非常好。那么再次去出现高点都没有问题，也就是说都有可能。那么如果说再走一个中枢，以2个中枢的方式再结束它也可以的。但是现在这段其实是在周线的第5笔上。周线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开始离开，但是它的离开点在这个位置的16.14，1、2、3、4、5，所有的这些全在周线第5笔里面。那么周线第5笔，虽然说这里的回拉也是比较深，但是也不够一笔，所以说它可以再次突破207.51，突破它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周线这笔的延续，就是66.12上涨的一个延续。那么这里是日线那个中枢，它可以继续往上生长，日线上再生长出来第2个中枢也可以。不是说周线的就已经到了第5笔了就要弱，不是的，而是说它可以完全是可以5不背驰，然后出现6和7。我们现在也可以测一下这个3和5的比较。那么它也是确实一个关键的位置是在171，就是说它涨到171的话，跟前面的空间一致，现在已经在171之上了。所以这个是整体的是一个不背驰状态。就是说，如果说日线上能够打出来力度，尤其是日线的 MACD 现在跟得非常强，打出力度往上走的话，那去再次突破207，基本上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好股票啊，或者基本面比较好的，一定要拿得住。那么我们一再强调，就是不要单纯的把缠论看成一个技术分析的一个理论，它不单单是一个技术分析的，它是一个3个层面，就是说3个方向那个来操作的一套系统，就是3个维度，就是基本面加比价关系加这个技术分析，对吧？更重要的是基本面和比价关系，不是说这个技术面就最重要，反而是如果说基本面和比价关系这个更强的时候，你技术如果分析不好的话，你进出可能有点差。比如说我买在了这个位置，但是你是长期看好的，那么它最终还是要有机会让你解套的，对吧？即使你这个买的差一点，就是技术上你可能稍微差一点，追涨了。但是如果说这个公司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大方向是向好的话，也是给你解套机会的。所以说，首选要看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如果说我们作为小散户没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些分析的话，那你就看就抄作业嘛，看看这些大机构都集中在什么行业里面，他们现在为什么看好这些 AI 啊，看好这些什么那个能源呐、这些为什么，对吧？你看一下他们背后的逻辑。然后你就去找那些大家认可度更高的，就是说，这个散户对他认可度也高，机构对他的认可度也好，你就买这些，对吧？然后再学一点技术分析，那这样的话，你的进出度精度更强一点的话，那么长期看下来的话，是这个可能比这个单独，就是一直拿着可能更好一些。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Palantir，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是最近这个出了一个历史最高点495.28。那么在日线上，我们之前是分析过，之前直播的时候有朋友问过，就在这个位置有问过。我们当时说这里是一个进入段，然后这里做了一个中枢，这是7笔的一个中枢，不够久，然后做了第2个中枢。那么现在就是在第2个中枢的可能要出现离开，但是现在它这个离开力度不够强，就是382到495的这段啊，它的内部有2个中枢了。所以这段如果说不够强的话，就很容易被拉回来。拉回来，我们就要看这个中枢的中轨，在440附近吧。
如果说真给你踩了一脚440附近，你应该要加回来，加回来之后看它有没有力度往上走。所以针对第二个中枢，如果说再出现一个300的话，那有可能要结束整个的这边上涨了。所以说现在针对特斯拉，你的仓位也不要太重，也不要去追它，因为它毕竟是2个中枢的饱满度已经很高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不出现300，直接掉头往下走，可不可以呢？当然也可以了，那就要砸穿这个中枢，然后一个反弹确认，给一个3卖也可以，或者说直接踩一脚到这个120天，然后反弹，哎，只能回到这个中枢的中轨，甚至是连中轨都碰不到，那可能就要走反向，也可以的，对吧？无论怎么样，都要先要很有力度的往下走，就给你一段先回来，那你就会让你提高警惕了，是不是？不出现往上走的300的情况，就可以结束整个这笔上涨，对吧？所以说各种情况我们都要分析到，这样的话我们就利用缠论的这个不测而测完全分类，找到它的临界点。它每一种变化都有一个临界条件的，那么你找到那个临界点做一个提醒，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失某一种分析，这样的话你的分析更全面一点，不是单单我只看上涨，对吧？我就是一个死多头。那么像这种大的这种周期的回撤，我们有能力如果说避开的话，那当然更好了，对吧？你的这个资金利用率就更高了。好的，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今天再额外的分析几个现在市场上动能非常强的，我们简单说两个吧。说一下这个，首先说这个 DJT，这个 DJT 是这个川普他们家族控股的一个，最近好像市场上关注度非常高。2天的时间，我们看它涨了多少？涨了将近40%啊！这个12月18号当天是涨了41%，然后在12月19号又涨了8%。为什么最近这个票这么火呢？它的图形上，我们先不说它的这个炒作也好还是怎样，在这个它的周线上，它好像是这公司也是通过借壳上市的。那么它在周线上就是从这个最高点做了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结构，就是这里有进入段，然后做了一个中枢，然后有离开，这里有一个非常饱满结构的一个周线的一个大中枢回落，然后这个最低点10.18呀，是周线的这个最低点，然后现在是出现了一笔反弹，现在周线上反弹也够一笔了，然后你看它这个趋势线，这里有一个非常强的趋势线在这里压着，也是前面几个高点。那么我这是大概画的，没有从就是绝对的高点的每个高点来画，而是通过这个收盘的这个位置来画的这个高低点，也是大概有这么一个趋势线。所以说，如果说之后，因为它之所以出现最近这2天大涨，是因为啥呢？是特朗普家族收购了一家这个做核聚变的这么一家公司，然后现在不是说这些数据中心 AI 的数据中心那个需要大量的电力嘛？好像这个并不足。那么现在他们家族可能是看好了这个方向吧，现在是开始收购一些这个相关的公司，然后进军这些。这个的话，相当于那个核聚变的公司那家公司借壳了，你知道吧？就是说变相的上市了。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2天出现了2天时间上涨了将近50%的这么一个那么大的幅度。那么说明这个基本面出现了大的变化，就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出现大的变化，它不单单纯是一个做 social media 的这么一家公司了，而是出现了这个其他的变化，对吧？所以说，如果说真能打开这个空间的话，上面空间是很大的。所以说这个是需要留意一下。如果说你这个有这个能力做一些跟踪的话，是应该跟它的。然后它这个两根均线是120天和200天，最近刚好是现在是在120天之上，sorry，现在它是在120天之上。我们看前面这里，对吧？这里是踩到了120天，就是跌破了120天，然后这里是顶到了120天，所以120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均线。如果说能够有力度的，现在就是非常有力度，这2天的力度非常强，有力度的突破120天甚至200天，那上面的空间是很大的。那么如果说市场上还有其他的这个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慢慢披露出来的话，那么现在这个可能还是在走这个单边呢。如果说来个5段的话，那空间就更大了。来个5段之后，看他是不是要做中枢，是不是要做2个。现在起码1、2、3是不会迟的。
对吧？等比例在12.15呢，现在都到了多少了？所以说现在这个3是不背驰的，明显非常强。但是因为它的盘子相对比较小，那么你就如果说长期可以先来一点点仓位，先跟着它，看情况也可以。如果说仓位比较重，又没有出现这个显著性的变化的时候，这个基本面出现显著性变化的话，那这个大幅回落可能是你承受不了的。所以拿点小仓位跟一跟的话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CRWV 这个 Core Wave，这是做这个数据中心做制冷的，对吧？那么这个是英伟达他们主投的一个这个公司，这个占比重比较大，就是英伟达的亲儿子。那么最近它也出现了一个变化，我们看一下结构。周线上是这么一个结构，这是最低点33.52，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做了一个两次回落，相当于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结构，或者说你用这个趋势线的话，它有一个通道。我们把这个延长，你会发现这么一个通道，对吧？做了这么一个通道之后，又在通道下沿附近，是不是要往上走了呀？然后在这个周线上的话，它还没出现底分型，但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出现了那么一个单 K，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单 K 反转的迹象，就是什么呢？这个下影线非常长，看到没有？下影线非常长，然后 K 线的实体相对的比较小，下影线非常长，然后这个又是收阳的、收涨的一个状态。就这里就逆转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如果说出现逆转的话，比如说下周给你明确出现一个底分型，那么它再次反弹一笔的概率是非常大了。那么就看它是不是到前面这个趋势线的位置，对吧？到了这个位置，是不是要做一个反向中枢？做了反向中枢之后，可以再回来，可以继续往上走，或者说是往下走也可以。所以这一段这一笔的反弹是可以去做的，因为它的这个是在周线上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周期，我们看一下测一下，从周五收盘价到这个趋势线50%的空间呢，对吧？所以说空间是有的，然后再加上它基本面也不差，又是再加上是跟英伟达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说需要跟踪它。然后在日线上，我们看最后这段，也就是最后这一笔，我们把它高亮一下，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日线。那么日线上明显是一个五浪，从最高点153下来，1、2、3、4、5，明显做了一个五浪。这是我一直强调的，这种3不背驰的时候，4你有能力可以做，没能力就不要做，就做5。那么5还背驰了，就5跟3去比较还背驰了，那这是明显应该进的呀。你不进在周五的话，周四可能不太敢进，但周五一开盘就应该进呐，对吧？如果说你一直跟踪它的话。这是明显做了一个这个带跳空缺口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底分型，对吧？因为前面这2根 K 线是有那个包含关系，但是周五一开盘立马就告诉你了是一个强的，还可以说成是一个就是倒型反转。什么是倒型反转呢？就是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造成了一个小倒，下面有一个小孤岛。这个倒型反转，如果说是在底部的话，那么它向上的那个意愿是非常强；如果说是在顶部的话，出现这么一个倒型反转，说明它下跌的意愿就非常强。所以说，如果说你一直跟踪这个 Core Wave 这个票的话，那么在周五一开盘这么强烈往上生长的时候，就是追涨的话也应该追进去。我们不是说任何的位置都不能追，而是说出现明显多空转换的时候，你是应该追的。那么我们再把它看一下这段的这个小周期上，为什么这个地方它出现明显的转换？比如说1分钟上，我们看能不能够看到，你看它这个1分钟上它是，我们看一下这个5分钟上可能5分钟，这是那个最低点，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然后这里又做了第2个中枢，这2个中枢的高低点是有接触的，对吧？这是一个升级的中枢，然后这个在周五一开盘，一个快速突破了这个中枢，出现一个跳空缺口的一个往上走，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表达呀。我一直跟大家讲，有背驰并不代表逆转，就前面这里你看着它一直跌一直跌，有背驰了，但是并没有逆转的信号，也就是说多头的表达并不够强烈。什么时候强烈呢？就是带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是最明显的强烈表达，不论是向上还是向下，都是一种强烈表达。所以说，一旦出现跳空缺口的时候，你就要严格注意，尤其是前面是一个阴跌很长时间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位置，你即使是不敢追在这个位置的话，那么有回落的时候，你都应该去进场，对吧？所以说，当然了，有朋友可能问，现在下周想进的话，有没有可能呢？当然也是可以的了呀，因为我们看的是到这个位置，到趋势线这里50%的空间。如果说小周期给你一些回落的话，比如说1小时上给你踩一脚回落，踩到120小时和200小时均线这里，在77到80之间的话，也是可以进的，对吧？因为它后期还是可以，我还是就个人倾向，我看的是它，因为它出现了一个强烈表达。再差一点的话，就到120天嘛，120天在100附近吧，冲到100附近概率就是我个人倾向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但是还是建议不要去追它，就做回落。有回落的话，你要敢于买它，你就利用这个，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这个测一测。但是整体来讲，它是出现了一个转变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它的这个回落的这个图形比较饱满的情况下。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再见。